话说很久以前，古国有一位酷爱国际象棋的国王。这天，他找来象棋的发明者，对他说：“你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发明，作为赏赐，我可以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。”发明者听说后回答道：“陛下如果要赏赐我，就请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上1粒麦子，在第二格放上2粒麦子，在第三格放上4粒麦子，以此类推，直至放满整个棋盘的64个格子吧。”国王一听，心想：这还不简单吗？于是他立即命人按照发明者要求的方式，在棋盘的每一格放上相应数量的麦子。但很快他们就发现，即便运来国库所有的麦粒，也无法放满整个棋盘。实际上，仅仅是第64个棋格就需要2的63次方那么多麦粒。这个数量的麦子已经足够给目前地球上约80亿人口每人发放约18014公斤的口粮。而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每个棋格的麦粒数都是前一格的2倍，相当于麦子数量按照100%的比率复利增长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的投资收益可能很难每年都翻倍，毕竟股神巴菲特的年均回报率也只有约20%。但如果我们做一个粗略的计算，就会发现20%的年均回报率足以让10万美金的初始资金在第5年实现翻倍，在第14年增长到超过本金的10倍，而在第60年，这笔资金已经超过40亿美金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巴菲特认为他的大部分收益都是用屁股做出来的。并非股神的普通投资者其实也可以利用复利最大化资产价值。我们假设初始5万人民币的本金以平均10%的年化收益率增长，那么在第5年，这笔投资将达到约8万人民币。而根据7·2法则，用72除以年均回报率数字，可以得到本金翻倍所需要的时间。以10%的年均收益率为例，本金翻倍大概需要7.2年。所以到第7年，7出5万的本金在复利的作用下会增长到接近10万人民币。复利加时被爱因斯坦称为世界第8大奇迹，而投资就像种树，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那么今天你投资了吗？